卷书斑点残烛一茅庐，不愿住。一边莺歌燕舞，不愿住。一遍遍地哀哭，野渡荒芜，野草荼毒，梦境束缚，现实残酷。恨与不恨，只是角度，爱比不爱更痛苦。心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chết入骨。心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chết入骨。只在国土，梦在半途，一世荣辱，只有chết入骨。先干了这杯。喝了大王的这杯酒，虽未见得治愈老夫之症，但也足以抵得上一剂滋补的良药。有病还是要治，光滋补是不行的。是啊，大王来了，老夫的病或许治愈有望了。如此看来，相国的病不在身上，是在心上。大王仅此一言，已见得比那些个太医们高明得多了。那个杜爷你认识吗？替我记住这个名字。假如有一天我能回去，我要想办法告诉文仲吧。若能找到他的家人，一定要重加抚恤。我记住了。你谁家的孩子？大王其实心知肚明，也用不着老夫再讲更多的道理。吴国与北上称霸，必先廓清自家内部，才可能一行对外。而越国就像长在吴国心腹间的一个毒痈，如果现在不彻底的铲除它，那它就可能长大、发作、蔓延。等到大王一旦雄心发动、无暇自审之时，它就可能
成为我们致命的心腹之患。相国所言不是没有道理。别的且不说，单凭勾践的杀父之仇，10个勾践，顾家早把他杀了。但是为什么几次该杀而没杀他，一直留他活到现在？相国可知道顾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吧？哦，大王心思深明，老夫岂敢妄夺啊！这话可不像老相国说的，别人不敢，你有何尝不可？说出来听听，让顾家跟老相国再学学夺人之术吧。大王这样说，那更是让老夫诚惶诚恐了。这又是何必呢？顾家与相国虽为君臣，但是如同父子。顾家向你求教，这岂不是世之常情吗？大王既然这样讲，那老夫就姑妄而言之。请讲。大王对勾践之所以该杀而不杀，皆为太慕古人之虚荣了。慕古人之虚荣，此话怎么讲？大王的本意是想效仿齐桓公之大度，晋文公之谦逊，秦穆公之屈己，以待勾践以感世人，以树威名，而成霸业。说得不错，说下去。您这样对待自己的敌人，诚则诚意啊，然则吾乃太迂乎啊！大王，你吾乃太迂乎啊！吾乃太迂乎。老相国啊，这句话应该孤家送给你。走，孤家带你去看看，看看孤家是如何趋吉与待敌的。请。勾践，驾车跑一圈，给相国看看。相国，看见了吗？孤家就是这样趋吉以待勾践的。与相国所度，大相径庭吧？大王杀又不杀，只是一味的加以侮辱。你这个样子对他，不是更令其生报复之心吗？报复之心，何所惧之？孤家就是怕他藏在心里不露出来，那样更不好对付，所以要对他多施侮辱，让他忍耐不住，自己暴露出来。那他要是始终不暴露呢？不暴露，怎么可能啊？除非他是真心臣服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说孤家为什么要去杀一个真心臣服的有用之人呢？大王啊，你把勾践看得太简单了。相国，孤家倒是觉得你把勾践看得太不简单了。在你的心里，你是否觉得勾践始终比孤家更强啊？现在是大王强，但是将来会怎么样？老夫真是有些担心。胜负强弱从来都是可以变换的。您现在掌握着主动，那您……好，我等他强起来。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，老相国不妨也可以等等看，看看到那个时候，孤家是怎么征服勾践、征服人心的。看来老夫的心病真是治愈无望了。相国何必如此大之抱怨呢？勾践现在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莫非相国是担心勾践突然变成一只鸟飞走不成？好了，大王，我们不说了。再说，老夫又要对大王不敬。
这样，大王要考验勾践，把范蠡交给老夫。勾践没有范蠡，或许会好对付一些。说到底啊，相国还是怕顾家对付不了勾践。也罢，念你一片报国之心，顾家就成全你吧。大王叫你留下，你。大王起驾皇宫。驾！禀大人，大王是去了武相国府上。果不其然，去吧。叫你的人给我盯紧了，有消息马上报来。是。老相国啊，沦落到装病邀宠了，你是该歇歇了。禀大人，越国进贡的美女已经送到了。在哪儿呢？文中大夫来前，特意嘱咐在下，要在下多多致意太宰大人。时间太仓促了，这只是第一波，以后还会挑更好的送来。这次，大人若有喜欢的，不妨留下2个。这就是美女啊！哎，你们见过美女吗？你们笑什么？没有大人，是他在笑。有什么好笑？大人，是这样，越国供来一批美女，他在笑话我们，说我们没见过美女。这么说，你见过越国的美女了？可否告诉我？我可是奉相国大人之命而来，你倒是换不换？既然是相国大人的命令，就把礼服放下，外面等候吧。你不成，要是不看着你，闹出点什么事来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你不是刚来相国府吧？哼哼，那当然了。我在相国府10年了，待了10年，却连宾客更衣的规矩都不懂。是你笨呢，还是相国府本就没规矩？相国府没规矩？你好狂妄的口气啊！我告诉你，相国府的规矩是给士大夫准备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相爷厚待你，那是因为相爷放肆！端哥大人，相爷的贵宾，尔等怎可如此无礼？潘大夫，失礼了，在下前堂请候。
请忍耐一下。不要叫我大王。再忍耐一下就好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我不是大王，他是大王。我是勾践，我是勾践，我是你男人。等不及了，大王可不喜欢看你这样，还愣个啥？起来走啊！忘掉为王的高贵，忘掉男人的仇恨，学会服从，学会忍受，学会谦卑，这样才能活下去。我不是大王，也不是勾践，我是奴隶，奴隶，是奴隶。禀大王，越国侍寝的女奴到了。大王，侍寝女奴，臣妾怎么不知道啊？顾家这不是让你知道了吗？告诉你，这个女奴啊，来历可不小，身份很高贵。她是谁呀？越王勾践的夫人。越王夫人。她在哪儿？怎么？臣妾想见见那个侍寝女奴。嗨，你见她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越王夫人居然给大王做了侍寝女奴，
臣妾听着好奇罢了。况且大王不是已经答应臣妾，今晚一切都由着臣妾吗？我说过吗？大王，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啊？依大王之意，莫非是臣妾无中生有了？顾家以弑秦之名招勾践夫人进宫，目的就是在于羞辱勾践，折磨他的意志，让他最终败在顾家的面前。勾践不是已经认输了吗？没那么简单。那大王招他夫人进宫侍寝，恐怕也不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吧？好，既然你不信顾家所说的，那顾家索性就成全你的妒忌，招幸他一回。本来一个半老的越国婆娘，顾家看都懒得多看一眼。哼，好，来人，带勾践夫人过来。罪臣范蠡拜见上国大将军、相国大人。来，快请起。亡国之臣抵罪之奴，何当如此礼遇？相国大人，最好还是放我回去司马吧。范蠡。你的这个蠡，上面是一个彖字，下面是两个冲字。这两条虫应该说是一龙一蛇啊，能够同时压住龙蛇的人，非同一般。在老夫的眼里，你就是人中之龙，是英雄，就应该给予英雄的礼遇。怎么？是不是老夫的家臣刚才对你无礼了？他们都是照着大人的吩咐去做的，并无任何不礼之处。那你是不是对老夫在会稽山下一味追杀的举动不肯释怀？你范蠡的大名，老夫早已如雷贯耳。之所以装作不认识你，个中的原因你应该明白。大人如此之言，实在是抬举罪臣了。罪臣如今是相国大人手下奴隶，生死修旧皆由大人一言而定。一言而定。老夫的话，你果真肯听吗？主人的命令，奴隶可以不听吗？好，那老夫要你做老夫的座上客。以你的品格素养，我想你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敢不从命？好，请入席。我不是大王，也不是勾践，是奴隶。奴隶。
勾践，勾践，小人在。马爷有什么吩咐？你们两个把衣裳换了。小人敬谢马爷。我穿这身已经习惯了，再换回来，干活倒别扭了。免了吧。哎，让你换你就换，啰嗦什么呀你？外面有人见你呢。见我？谁见我？勾践，快退你！灵玉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快起来，起来！我早不是什么大王了。吴越两国只有一个王，我也跟你们一样，都是大王的奴隶。你怎么也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不在这儿，难道你要我就这样把他们送进宫去吗？小人勾践，参见太宰大人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小人不知，望太宰大人明示。真的不知？我看你是在装糊涂吧？小人岂敢！小人，小人，是那伙马夫叫你这么说的吧？我这儿不是马厩。勾践虽然是做了奴隶，可骨子里啊，毕竟还是越王啊。还是做回你自己吧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啊。谢太宰大人金玉之言，勾践受教了。这就是你们越国进贡来的女人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啊，都是些什么货色？要长相没长相，要教养没教养，要才艺没才艺，够格送给大王吗？我这都看不过去啊！真要是送到了大王那儿，这不光是丢你们越国的脸，我的脸也丢不起啊！要说这就是你们对吴国、对大王的一片孝敬之心，这不是你们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吗？大人做的是，这些女人别说大人看不上眼，勾践看着也觉得不行。要说文仲办事，历来是很尽心的，这次做成这样，大人恕在下直言，恐怕他也有不得已的难处。难处我也知道有啊，可对你们来说，能不能办好，也不在表面上的这些难处。比如说我吧，我也不在你们越国，也没花什么时间去四处的打听，可我却知道，越国眼下并不是没有漂亮女人啊，就看你们是不是有心了。有心有心。勾践一直期望着向大王尽忠的机会。大人若肯明示，勾践感激莫名。感激我也不要，你把事情办好就成了。在你们越国有个勇士叫仲吉，你知道吗？大人也知道仲吉。他就在我府上。在下明白大人的意思了。大人想说的并不是仲吉，而是他的妹妹吧？妹妹？那仲吉怎么叫她师妹呢？
不管怎么说吧，你们越国还是有漂亮女人的吧？你看，我一提起这个女人，你就知道了。看来这个女人在越国还是大大的有名啊。不瞒大人，你说的这个女人，在越国恐怕还没人知道。就连在下也只是远远的看过一个侧影。你这么说，我倒是越发的好奇了。难怪我费了好大的功夫，仲基始终对我是守口如瓶。我还以为他跟我是故弄玄虚了。看来这个女人一定很不一般吧？大人，可否让在下单独见见仲基？可以。谁找我？我。越王，哎，越王，你怎么？我不是越王了，现在是吴国的奴隶，处境还不如你。奴隶？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逃走？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我挺好的，他们没把我当奴隶，要是……他们两个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形同兄妹。因他的名字叫做西施，所以仲基就称她为师妹。原来是这么个师妹啊！那她现在在哪儿呢？这个仲基不肯说。我原以为你这个越王会比我更有面子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倒是更想见见这个师妹了。他虽不肯说，但以在下之意，要想找到西施，也并非没有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你说来听听。若大人答应在下一个请求，勾践可以保证，越国即使一时找不到西施，也一定会找到一个让大人和大王满意的女人，送来吴国。什么请求？你说。这次越国供来的女人，大人一个也别留，让他们全回去。把他们都送回去？老夫听说，你和文仲当初离开楚国，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施展抱负的国家，建功立业。而你们第一个选定的好像是吴国，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呢？因为当时吴国已经有了相国大人和孙武将军，有你们在，哪儿还有文仲和我的位置啊？老夫那时候还仅仅是客卿而已。以范大夫的天赋和学识，完全可以与老夫一争啊！范蠡虽然不才，但是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。放眼当今天下，能与相国大人争锋者，还能有谁呢？未必吧。范大夫说的是不争，可是范大夫一直与相国大人在争啊。您弃吴之越，一下子就做了越王允征的重臣。受封为上将军，又成了勾践的股肱之臣，谋略之策尽出于范氏。吴越两国这10几年相争，王换了2代，可辅臣却还都只是一个。其实所谓吴越之争，不就是范大夫和相国大人之争吗？先生所言不差，既知不可与之争，又不得不勉为其难强与之争，这正是在下无奈之处。时也命也，范蠡也只有涂炭奈何了。非也，以范大夫之才智，怎么会想不出变通之道呢？
范礼不才，敬请先生赐教。范大夫既然最初认定的就是吴国，今日到了大人麾下，可谓得遂愿也。不知可不肯捐弃前嫌，留下来与相国大人共事一主？倘或当初还别有所虑的话，到了今日，应该不存障碍了吧？先生良言，诚所愿也。吴主勾践如今已是大王座下臣奴，就像先生效忠相国大人一样，而效忠吴国。在下侍从主人而效忠的国家，与先生已经是一样的。听见了吗？既知不可与之争，万不可勉为其难强与之争。这便是范大夫的经验之谈，你我不可不为戒。怎么回事啊？报，相国大人，是越国进贡美女的车队，所供美女已被太宰大人谢绝返回了。有这等事？你认识范大夫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林玉。林玉，林姑父。你是怎么与范大夫相识的？奴婢是越国人，我们越国无人不识范大夫。范大夫在越国真是妇孺皆知啊！你愿意留下来服侍范大夫吗？愿意。相国大人有命，在下替这位姑娘谢过大人。只是贵国太宰大人已经有名在先，这些姑娘要在下通通带回越国，重新加以训教。训教？训教这么几个女孩子，还要跑来跑去的，大费周折。是这样，太宰大人说这些女孩子才貌教养俱差，不足以供奉后宫，所以太宰认为不行。我看还都可以嘛。既然这么老远的把这些女孩子都送来了，大王不要，相国要了，把她们送到相府。臣所以退回这些越国女子，乃事出有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也是勾践的主意。勾践的主意？他的话你也信？勾践的话，臣当然不会全信。臣所以要在这件事情上听听他的说法，就是想借以考察一下，他对大王、对吴国是否真有诚心。结果如何？关于那个叫西施的女子，以臣了解的情况，勾践并没有撒谎，只是他的眼光到底如何，臣就不敢十分担保了。况且以越国现在的情况来看，究竟能否找到西施，还是个未知之数。臣之所以答应他遣回这些女子的要求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越国明白，要让大王满意，就一定要拿出真心才行。可是，大王可否听说，相国府派人
把臣退回去的这些宫女又给劫回来了，都带回相府去了。大王还交代什么了？大王说，若能找到西施，或许咱就不用送那么多虽然年轻，但是却才貌平平的女人到吴国去了。是啊，大王的意思是要咱们想办法多留些年轻的女人给越国的男人。我也猜想大王就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当着外人，不便于直说罢了。那个叫西施的，大王就只留下了一个名字，就一个名字，没有姓氏，没有地址，这到哪里去找？大王说，只要把消息传出去，传得再广一些，声势再造大一些，就一定能够找到。看样子，我得亲自去讨吴国了。文仲大夫有话传告众百姓：越王有难，取得名字为师的女子入贡吴国，或者容貌姣好者，愿为国赴难的，皆可入城应选。得以入选者，国家予粮10担，布2匹，另有酒肉赏赐。你不反悔？不反悔。叫什么？郑旦。